俄军整营投降，重武器被毁，乌前线全面反击。乌在攻库尔斯克，重火力撕开俄防线，俄境后方大乱。3分钟引爆4辆油罐车，乌特种部队重创俄军不给线。北约重磅武器抵乌，欧盟在下重手。近2000个俄军事目标面临威胁，俄罗斯怕。俄燃料告急，乌重创能源命脉，危机全面爆发。乌克兰前线近期出现一系列具有战术与战略意义的进展。俄东部第127旅第3营在营长苏霍维少校带领下整编投降，约417人向乌军第79空降空中突击旅投降。第127摩步旅成立于2023年，由卢甘斯克民兵第7摩步旅整编而成，后划归南部军区第2军团。在长期消耗战和高烈度交火中，该部队战斗力逐渐下降。此次整建制投降反映出俄军在前线士气和指挥体系上的严重问题，也显示乌克兰在局部战场取得明显心理与战术优势。此次投降事件对于俄军的整体作战部署和士气都可能产生负面连锁效应，同时为乌军提供战场宣传和心理战的有力素材。另外，乌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收复约12平方公里，歼敌约50人，俘虏8人，并重夺西赫涅维等定居点，使该地已被重新控制的地区扩大到4个主要区域。视频与军方通报显示，乌军在行动中结合地面装甲、无人机与精确制导火力，对俄方据点实施集中打击，并取得局部胜利。在顿涅茨克州，乌克兰第93机械化旅公布了一段战斗视频，显示其在新科斯特扬季尼夫卡地区成功阻止了一次俄军进攻。此次交战中，乌军多支部队协同作战，包括第93与第156机械化旅、亚速营、欧米茄之翼特战单位以及第109团、拉萨尔团和凤凰团。多方联合行动对来袭部队实施了合围与火力压制，最终将俄军攻势彻底击退。在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反击行动取得成效，俄军在该方向损失继续增加。扎波罗热方向，乌军第27旅摧毁俄军 TOS-1A 重型火焰喷射器系统，有效削弱了俄军火力。库皮扬斯克方向的交战也在持续，乌军第8特种作战团在该方向不断阻击俄军推进。现场画面显示，无人机先行侦察并压制俄突击队，随后制导炸弹等精确火力对被逼退的敌方据点实施打击，造成建筑群大面积起火与爆炸。与此同时，俄军在该方向多次尝试渗透与突袭，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莱曼方向，乌军在谢列布良斯基森林伏击增援俄军，将战术撤退转化为毁灭性陷阱，俄军再次遭受重大损失。在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乌军持续施压，俄军阵地和增援部队频繁遭遇打击。苏梅方向，乌军战机对奥列克谢夫卡俄军集结地实施空袭，同时特种部队深入敌后进行渗透和阻击，进一步削弱俄军作战能力。苏梅方向，乌空军打击俄军集结点，并配合特种部队渗透阻击。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多布罗皮利亚线正在反攻。据悉，近日乌克兰军队再次对俄罗斯边境发起突袭，突破防线，进入库尔斯克地区。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 Kaladrius 特种部队在边境迅速集结，并向库尔斯克方向发动猛攻，破坏俄军设置的铁丝网和边境障碍。前线视频显示，乌军还动用了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小股分散推进，已在俄境内建立若干立足点。此次行动紧随乌军此前对别尔哥罗德的打击。前几日，乌军摧毁了该地的后勤基地，并击毁俄军补给车队，试图在边境打造缓冲区，以支援东部战事。库尔斯克与别尔哥罗德同为俄罗斯边境要塞，此次突袭迅速引发国际关注。历史上，乌克兰最早攻入的俄罗斯领土即为库尔斯克，并一度占领1000多平方公里，但在美方切断卫星情报支持后被迫撤出。然而，该战役的战略影响深远。
如今乌军再度行动，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值得持续观察。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事设施进行空袭。前线画面显示，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投掷2枚法国 AISM 锤子精确制导炸弹，击中俄军基地。爆炸造成至少10起次生爆炸，一座弹药库被毁，2栋建筑倒塌，浓烟弥漫俄方控制区。从俄罗斯境内到乌克兰前线，战火仍在持续升级，边境局势愈发紧张。近日，卢甘斯克北部的针叶林里发生了一起精心策划的伏击行动，6名乌克兰特种部队士兵在林间潜伏4小时，蹲守在一处坡度约15度的弯道，只为截击一支途经的俄军油料运输队。随着领头的 Kalmas 油罐车驶入预设圈套，队长下令引爆路边预制的塑性炸药，倒下的树木瞬间封堵公路。无人机投放的燃烧弹命中第2辆油罐车的通气孔，引发高达30米的火柱。短短2分钟内，4辆满载柴油的油罐车相继爆燃。事后披露的战术细节显示，这次行动依靠精准情报、地形利用与火力协同3方面的配合，通过无人机持续侦察，并结合对俄方后勤系统的网络情报，特战队员锁定了凌晨3点必经的关键路段。伏击点选在既限制车队机动，又便于遮蔽空中侦察的林间弯道，且距离最近的俄军据点仅约8公里，却未被发现。打击顺序则为先炸路障瘫痪手车，再以燃烧弹点燃油箱，最后用反坦克导弹补射，整个打击链在3分钟内完成，并迅速撤离。乌方指挥官称，每辆油罐车可为一个装甲营提供约24小时燃料，4辆油车理论上能维持近100小时的作战燃料，但俄军至少需要48小时才能修复和重建补给线。此次破坏立即在前线产生连锁效应。原计划对哈尔科夫方向的试探性进攻被迫终止，装甲部队因燃油短缺陷入滞停，通往克里米亚大桥的补给车队出现长达12公里的拥堵，俄方被迫紧急动用登陆舰转运燃料，进一步暴露后勤脆弱。乌军则趁机在斯特尔马霍夫卡方向加固防线，并部署约30门 M777 榴弹炮。军事分析认为，这类看似小规模的突袭，实际上命中了俄军对铁路与公路转运高度依赖的战略软肋，证明小股精准打击在现代战场上能够显著削弱大规模攻势的持续能力。与此同时，类似行动也具有明显的心理效应。前线士兵几天没收到弹药的抱怨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士气受到影响。卢甘斯克的密林仍在硝烟中徘徊。这场造成短期补给真空的伏击，能把俄军的西进计划拖至多久，仍取决于双方在后勤修复与战术调整上的速度与谋划。根据《大西洋月刊》10月7日报道，乌克兰在前线的新战略已显示出明显成效，甚至可能在消耗战中取得优势。尽管俄罗斯在兵力和火力上占据优势，原计划在乌克兰东北部迅速推进，但关键城市和物流枢纽仍牢牢掌握在乌克兰手中。乌军通过多方向反击，并持续对俄能源设施实施打击，显著削弱了俄方支撑战争的能力，同时消耗其有生力量，使俄军攻势收效甚微。过去9个月，乌克兰采取新战略，将无人机、炮火和机动作战有机结合，既有效遏制俄军进攻，又降低自身风险。俄罗斯的春、夏、秋季攻势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冬季攻势面临再次失败的风险。乌克兰在消耗俄军力量的同时，不断扩大自身战术优势。10月7日，乌克兰在国防工业展示了多款新型武器装备，包括配备 R-73空对空导弹的无人艇、海军无人艇，以及最新升级版海王星 D 巡航导弹。升级后的海王星 D 射程延长至1000公里，新增卫星天线系统，以增强制导和抗干扰能力。此外，火烈鸟导弹以及帕利亚尼西亚、佩克洛、游隼等弹道导弹已逐步投入实战，这些装备的投入预计将进一步改变战场格局。近期，乌克兰迎来一系列利好消息，西方3国对俄态度强硬，被视为对乌援助的直接延伸。10月7日，乌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议会议长罗伯塔·梅措拉共同宣布，
美国及北约根据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首批总额约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与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并已开始运抵乌克兰。此外，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也相继加大对俄制裁力度。英国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澳大利亚针对特定俄籍个人，日本计划将俄钻石纳入制裁名单，同时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援助。这些举措不仅表明三国坚定站在乌克兰一边，也显示出对俄罗斯的直接挑战和战略考量。英国与俄罗斯关系历来紧张，澳大利亚关注国家安全威胁，日本则涉及领土争议。自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乌军事援助呈现出一定谨慎与经济考量。一方面，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北约成员国可绕过繁琐的美方军售程序，加速向乌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特朗普公开表示，美国在冲突中并未直接支付大额费用，而是通过北约成员国出售武器获得经济利益。首批10亿美元援助已开始交付，预计到10月总额将升至35至36亿美元。另外，近日欧盟各成员国已达成原则性共识，计划限制俄罗斯外交官在欧盟境内的旅行，以应对近期频繁的破坏和间谍活动。不过，这项新规仍需全体成员国正式批准后方能生效。情报机构指出，多起纵火、网络攻击、基础设施破坏及无人机入侵事件背后，多由利用外交身份掩护的俄罗斯间谍策划。欧盟安全机构认为，这些协调行动意在扰乱支持乌克兰的欧洲盟国。根据拟议措施，驻欧盟国家首都的俄罗斯外交官在跨越驻在国边境前，必须提前通报旅行计划。这项措施主要由捷克推动，旨在加强对俄罗斯外交人员的监管，以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匈牙利此前曾反对，但已放弃否决权。奥地利则因希望解除对俄罗斯寡头德里帕斯卡的部分制裁，可能延迟新规的通过。欧盟情报机构强调，俄罗斯外交官经常跨境执行活动以规避监控，他们可能住在一地，但在另一地工作，导致驻在国情报机构难以有效追踪。捷克政府自去年5月起持续推动限制措施，并已禁止多位涉嫌协助情报活动的俄外交官入境。然而，仍有数百名俄罗斯外交官获准进入奥地利，借此合法越境至捷克。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指出，限制措施旨在恢复互惠体制，并依据维也纳公约对短期外交签证实行更严格的对等原则。随着美乌军事合作的关注升温，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尽管尚无官方最终决定，但克里姆林宫已做出强烈回应。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称，此举可能导致局势严重升级。据 X 账号以色列战争报道，多架 C-17运输机正从美国飞往德国，可能用于运送战斧导弹。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乌克兰无人机在前线表现出色，但巡航导弹仍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今年8月，乌克兰才公布自研 FP5火烈鸟巡航导弹，射程约3000公里，每枚造价约50万美元，每日产量仅2至3枚。相比之下，战斧导弹成本约为火烈鸟的4倍，但更难被击落，并可威胁近2000个俄罗斯军事和工业基地，包括叶拉布加的无人机工厂及萨拉托夫的战略轰炸机基地。乌克兰议员切尔涅夫认为，美国可能不会立即全面授权乌克兰使用战斧导弹，而会采取逐步开放的策略，以观察克里姆林宫的反应。与此同时，有分析指出，乌克兰目前缺乏适合发射战斧的空军平台，导弹原本主要通过舰艇或潜艇发射，而轰炸机版本对乌克兰来说也存在技术和操作难度。在前线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日声称，俄军今年已占领乌克兰近5000平方公里土地，占乌克兰总领土约1%，目前共控制约20%国土。他表示，俄军在今年取得了战略主动权，乌军在整条前线多次撤退，即便尝试激烈抵抗，也未能扭转局势。然而，乌克兰方面数据显示，前线已延伸逾1250公里，并
并指出俄军在攻势中未能夺下任何主要城市。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方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其战略影响可能深远。俄罗斯境内近2000个军事及工业目标将面临实质威胁。10月8日，俄乌冲突再次进入新一轮猛烈对等打击。俄方当天发射约183架无人机袭击乌境多地。俄方称，乌军击落154架，11处地点记录到无人机撞击。此前一天，乌方对俄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无人机行动，接近300架。俄方宣称击落216架，并同时报告多个俄军目标被击中，损失待核实。乌方对俄的打击范围广泛，近100架无人机波及莫斯科、布良斯克、库尔斯克等13个行政区，克里米亚与乌东多地亦遭袭，多处发生爆炸。俄罗斯方面通报称，一架无人机撞上位于沃罗涅日州的新沃罗涅日核电站冷却塔，并发生爆炸，塔体表面留下明显的黑色碳痕，但核电站的运行机组及周边辐射水平未出现异常，也未造成实质性损坏或人员伤亡。俄方与核安全机构均强调，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更早的一次行动甚至远及叶卡捷琳堡，乌军无人机命中乌拉尔涡轮机场，一家兼具居民用途的工厂被迫停产。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的油库在连续3天的火情中，浓烟蔓延逾26公里，已因油罐连锁燃烧而面临彻底损毁的风险。同时，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或中断，包括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与泵站、发电厂与变电站、铁路枢纽与港口仓库等。部分行动甚至由非国家主体或身份不明破坏者实施，包括炸毁铁路线路，导致军用列车脱轨，显示对俄的打击并非依赖单一战术或单一力量。整个9月统计显示，乌方对俄境内至少40个目标实施打击，涵盖11个线路调度站与哨所、13座炼油厂、若干油库与军工企业，以及多处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后果迅速蔓延至民生领域，新西伯利亚一带加油站出现燃油短缺。俄罗斯国内燃料供应告急，部分地区实施限价与配给政策。近日，由于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及能源后勤设施的持续打击，俄罗斯国内燃油供应紧张，白俄罗斯在9月份对俄出口汽油激增数倍，以弥补燃料缺口。展望未来，乌军明确将继续优先打击俄方的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泵站、码头以及电力设施等关键能源与运输节点，削弱俄军远程投送与持久作战能力，并将战场压力延伸至俄国内后方。这种连续且纵深的打击不仅考验俄方防空和应急恢复能力，也可能在短中期内对俄经济及前线补给造成实质性影响，从而改变局部战局和战略耐久力。自今年8月初以来，乌军已对俄罗斯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码头和泵站等目标发动超过30次袭击，使俄炼油产能损失约40%至45%。汽油和柴油供应紧张，俄罗斯被迫加大原油出口，并通过降价吸引买家以维持现金流。能源运输监测数据显示，俄罗斯主要港口如波罗的海的普里莫尔斯克港、乌斯季卢加港以及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港出口压力接近极限，部分港口日处理量已逼近历史最高水平。10月份，俄罗斯炼油厂日加工石油约486万桶，比7月份减少48.4万桶，而日出口量却增加约43.5万桶。为应对炼油产能受损及国际制裁限制，俄罗斯不得不动用更多影子船队出口原油，并提供更高折扣，但能源收入仍面临下降压力。炼油产能下降导致国内原油消耗减少，一些油井可能被迫长期停产。与此同时，汽油和柴油紧缺，俄罗斯不得不依赖海外进口补充燃料。分析认为，若乌克兰继续对俄炼油厂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俄罗斯能源体系和经济收入将面临更严重压力，即便通过降价扩大出口，也可能因为买家接收能力有限而无法缓解困局。这一轮能源冲击可能对俄国内市场、炼油行业及国际原油贸易造成长期影响。最新消息还指出，
克罗地亚扎阿夫管道运营商已停止向俄罗斯控股的塞尔维亚尼斯炼油厂输送原油。这一举动既因为原合同到期，也受到欧盟持续对俄制裁的影响。扎阿夫管道是亚得里亚油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克罗地亚奥米什利港，经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地，是塞尔维亚石油进口的主要通道。俄罗斯控股的尼斯炼油厂是塞尔维亚最大炼油企业，年加工能力480万吨，俄方持股56.15%。塞尔维亚长期依赖俄罗斯石油，但为了符合欧盟政策，自2024年起逐步转向阿塞拜疆、伊拉克等国进口石油，俄油在国内市场份额明显下降。此次管道切断无疑加重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压力，也让俄方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布局受限。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